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在清朝嘉庆末年的时候，柳泉城有个叫岳心凌的姑娘，她自小便由父母做主，与曹家的公子曹广才定下了娃娃亲。但是不幸的是，曹广才的父亲由于一场疾病医治无效去世了，而他的母亲景氏骨子里是一个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人。再有他的大儿子也已经早逝，而他的大儿媳焦氏又是县里一个献典吏的独生女。焦氏在其丈夫去世后便看中了二弟曹广才，于是便找自己的婆婆替他做主，也是按照古代的习俗书接嫂大家好。所以那景氏就想着让二儿子和岳家把亲退了，但是曹广才却不听母亲的劝说，他则认为既然他的父亲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当时是上告了祖先们的，如果因为对方家中贫穷而退婚的话，那么就是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道义，那么就是祖先所不允许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做那种伤人的事。后来岳心凌和曹广才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然而那曹广才的母亲景氏还是想拖着，但是从道德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无奈也只好到岳家下了聘礼，并定于阴历8月15让他们结婚。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那景氏刚刚从岳家送完聘礼回到家中，他的大儿媳焦氏就要在家里上吊，并且还扬言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么他的娘家里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曹家的。而那大儿媳的父亲焦典吏在平日里可是惯于接收所有的大小官司，况且还喜欢劫人财路，如果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那他会放过曹家吗？婆婆景氏也自然知道大儿媳是诚心在家里闹，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也只好劝她，说自己本来是向着大儿媳的，可是现在生米已经成了熟饭，聘礼都已经下了，自己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即使再怎么闹也是没有用的啊，又何必自找麻烦呢？大儿媳焦氏说道，我的死鬼他走了以后，我本是想着要和别人结婚的，可是要不是你留着活口，答应说让我再忍几年，直到二弟他成年了以后，叔叔便可接我这个嫂子了，可是没想到直到今天我一直这样守着寡，却落得个白白的欢喜一场，你说你让我该怎么活下去呢？婆婆景氏听后是无言以对。那焦氏又继续说道，我自然也知道婆婆的难处，如今那岳家不是要嫁给我家了吗？而且日期都已经定好了，所以我也就不会太为难你，但是我可是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能让他和我那二弟同床啊。婆婆景氏一听愣住了，心想既然人家二人都正式结婚了，夫妻二人同床那可就是名正言顺的了，你还怎么可能不让人家发生床上之事？此时那大儿媳焦氏又另有打算说道，现如今不是大考要来了吗？不如我们请个算命的来，说那岳家的姑娘命中会克夫，会影响她的高中和仕途的，暂时不能和新娘子同房，接下来我们便以此为理由，等婚礼结束后，我们就找个理由将那二弟支出咱们的家门，尽量不让他待在家里，让那个小妇人一个人等在家中孤单寂寞，然后呢，我们再找个合适的借口将他赶出家门去。婆婆景氏听了她的话，也只好按照计划行事，于是按照预定的日子，岳心凌和曹广才便成亲了。可是就在新婚之夜，本该夫妻二人应该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谁知道那曹广才却不得不听信了母亲和嫂子提前和那个算命先生安排好的计策，被迫赴京去赶考，只留岳心凌独自一个人孤独地守在洞房内。然而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又突然听到窗外突然有了动静，他被吓得真想大喊来人，但是那窗外的人却自称自己就是曹广才。岳心凌一听那熟悉的声音，是非常的惊喜，原来真的是自己的郎君回来了，于是便迅速地过去打开了门，
那曹广才便像个小偷一样溜进了洞房里。岳心凌连忙问道：你怎么半夜回来了？有正门为什么不走，还非得要从后院进来呢？曹广才说他是忘了带着他那平日里已经用惯了的龙凤宴，想借自己回家拿砚台的机会见心爱的妻子一面。可是当他半夜回来时，他却看到大门是紧紧地关着的，可他怕打扰到他的母亲和嫂子，于是便干脆一下子就跳进了后院。拿了砚台以后，那曹广才想走，可是又舍不得，于是便又和岳心凌一同在房里一直待到了5更时分，才难舍难分地离开。转眼间3个月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岳心凌的体态日渐沉重，而且还偶尔有晕吐的现象发生。那眼尖的大儿媳焦氏看出了问题，便高兴地拍手叫好，于是她便急忙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了婆婆。一听说岳心凌怀孕了，婆婆景氏是气得两眼直发黑，另外还有那大儿媳焦氏一个劲儿的在旁边煽风点火，所以婆婆景氏便立马叫仆人把那岳心凌弄过来当场审问。岳心凌自然是不敢隐瞒，便告诉他们说曹广才他那天晚上回家来了一次，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之前才离开的，并且拿走了他平日里一直用的那个龙凤宴。见着婆婆景氏将信将疑的样子，大儿媳焦氏可是真的着急了。她想如果婆婆真的相信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便连忙问道：我那二弟可是一向知书达理，他既然奉自己的母亲之命去了京城，难道能为了一个砚台而半路上又返回来？就算是他半夜里回来了，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敲门，而非得要跳墙呢？这不很明显吗？你一定是和奸夫在一起睡了，你是看如今丑事马上就要败露，所以你才想撒个谎说那曹广才半夜回家了，对还是不对？岳心凌这会儿亲眼看见焦氏明摆着是要挑事，所以她想自己现在是无论怎样说都是说不清楚，于是便不再申辩，而只是央求婆婆能给她办个牛棚的地方，让她能够生下这个孩子，等那曹广才回到家的时候再说此事。婆婆景氏觉得岳心凌说的也在理儿，于是便决定让她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看到婆婆景氏已然动了恻隐之心，那焦氏是更加的着急了，马上又说道：婆婆，你可千万不要上了她的当啊，她明明是想利用了您的恻隐之心，在我们的家里生下她那肚子里的野种，想想我们可是读书之家啊，留下个荡妇在这儿还生下个野种，那我们家的面子可是往哪里搁呢？你要是执意留下这个贱人的话，那我就告曹家是纳垢藏污，伤风败坏，让衙门去处理算了。然而那婆婆景氏原本上就不怎么待见岳心凌，现在又被那旦焦氏紧紧地逼迫着，无奈之下也只好把她赶出了曹家的门。被赶出家门的岳心凌是孤苦无依，也无处可住，她本想着离开家乡去远处谋生，但转念一想，自己本是堂堂一个清白的人，现在却不明不白地受到如此的冤枉，如果要是让人知道了不得耻笑自己吗？于是她便想自己怎么都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必须要等到她的丈夫曹广才回来才能平反自己的冤屈。于是接下来那岳心凌便住在了村口的一个冷窑里，几个月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尽自己所能地抚养着她和曹广才的儿子，并且一直充满希望地等待着她的丈夫曹广才回来。这一天，曹家的汪管家带了一顶小轿子来到了冷窑处，他告诉岳心凌说他家的二少爷回来了。当岳心凌听说丈夫曹广才回来了，她是高兴得泪流满面呢，于是准备马上回家去见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这时那汪管家接过去了孩子，接下来那岳心凌便上了那个小轿子被抬走了。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岳心凌却一下子起了疑心，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便大声地叫轿子快快停下来。可是谁知那抬轿子的轿夫根本就不理会他，他是越喊他们是跑得更快了。
岳心凌看到这种情景，愈发的觉得不对劲了。于是他正想着要从轿子上跳下来，可是这时那轿子却已经抬到大堤上了，而那汪管家和他的孩子都早已不见了踪影。几个大个子的人便拖着岳心凌上了船。原来这一切可都是那大儿媳焦氏布置下的圈套。他叫汪管家把岳心凌骗上了轿子，然后又把她抬到了江边，好把她拖上船，再运到外地去，把她卖给青楼。经过一天的航行，岳心凌心里想，自己的孩子被汪管家给带走了，也不知是生还是死。如今他落到了这些坏人的手里，一定会被羞辱的。想到这里，他便趁那些人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就跳进了河里。岳心凌跳入了河中之后，便被海浪一下子就卷进了河湾中，而后又被渔网给缠住了。而此时一对打鱼的夫妇正想着把渔网拉到船上，却一下子发现了渔网里多了一个被缠住的女人。当即他们便解开了缠在她身上的渔网，并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后，岳心凌这才知道她目前已经是在惠州境内了。那对打鱼的夫妇听了她的遭遇后，便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问她接下来想怎么办。岳心凌此时已经是内心充满了无比的仇恨。她说既然他们二人救了她的命，说自己再也不会继续忍气吞声了，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丈夫再报了这个仇。那对夫妻听后却感叹地对她说她一个弱女子孤苦伶仃的，万里迢迢地去找她的夫君，一路上肯定是很不安全的，不妨就让先在他们家里休息个几天，然后再做决定。岳心凌一想很有道理，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如果不好好休息休息，肯定是支撑不住的，不如过几天再说。于是接下她便在那个渔夫家住了几天，养好了精神后，便决心北上去找自己的丈夫。渔夫夫妻二人又给了她一些路费，还把她给送了出去。岳心凌是一路前行，可是却在路上得了重感冒了，不得已便住在了一家客栈里。可是她身上带着的钱看完郎中后便没有了。那客栈的掌柜见到岳心凌已经是一无所有，便强迫把她卖给了南方的一个妇人，而那个妇人又把岳心凌转送给了县令做妾了。就在岳心凌被迫上轿子的时候，她却偷偷地在自己的身上藏了一把剪刀。当轿子抬到县衙的时候，岳心凌便悄悄地紧紧抓着那把剪刀。她是想着一会儿如果那个狗官给她掀开盖头的时候，她就把他捅死算了，这样自己即使是死了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夜已经很深了，洞房里闹洞房的客人们都已经纷纷地离开了，而此时的县令已经微醉着来掀他头上的盖头儿了。岳心凌是手握剪刀直刺过去，然而却没想到那个县令却是身手敏捷，本能的一跳，岳心凌的剪刀歪歪斜斜地拉在了那个县令的肩上。这个时候，那门外的衙役们便一下子冲了进来，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剪刀，把他五花大绑起来。然而被绑起来以后的岳心凌是不停地大骂着，可是那县令听见了，不但不愤怒，却反而立马叫衙役们赶紧放手。接着他便走上前去，仔细打量着岳心凌，不觉惊讶地喊道：你不是我的妻子岳心凌吗？岳心凌定睛一看，原来那县令不是别人，而正是他正想去寻找的朝思暮想的夫君曹广才呀。岳心凌想起他和夫君曹广才仅仅在一起待了还不到一宿，而且他还怀了孕，为此他还受了很多苦。然而谁知那曹广才当了官，却忘了自己那结发的老婆，而如今又娶了个小老婆。于是他便把所有的痛苦和仇恨都统统地发泄在了曹广才的身上。看到岳心凌绝望的样子，曹广才便赶紧解释道，说岳心凌误会他了，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也没有忘记岳心凌。曹广才去京城参加科考，中了一个进士，于是被封了个知县。可是当他回家看望家中亲人的时候，却没有见到他的妻子。
后来听到他的嫂子说，由于岳心凌的不守妇道，被赶出了家门后已经投江自尽了。曹广才听说后是将信将疑，可是又无证据，只能是无比的伤心。而趁着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又要求他赶紧娶他的嫂子，而曹广才却以妻子死期未满为由拒绝了，接着就离开家来到南郡上任了，并且每当在清明节和重阳节的时候，他都会为自己的妻子岳心凌设立祭奠仪式，并发誓从此以后永不再娶任何人。但是如果一个官员如果家里没有一个内当家的话，就难免会引起上司或是同事之间的闲言碎语。此外，曹广才还是很年轻的，精力上也很充沛，自然也渴望身边能有一个女人，所以他的几个亲信便看出了主人的寂寞，于是便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对于这件事，曹广才也并没有反对，但是他说只是想娶一个妾而已，而妻子的位置永远也只属于他那死去的妻子岳心凌。可是结果却是真不可思议，又是如此的巧合，他竟然又把妻子岳心凌给娶回来了家。岳心凌听明白了曹广才所说的情况之后，便告诉了曹广才离家之后他所有的经历。说完之后，夫妻二人是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曹广才夫妻终于是团聚了，接下来便邀请同事、乡绅、名流给大家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离奇经历，并再次举行了婚宴，欢迎妻子岳心凌搬进了新居。不久之后，曹广才陪着岳心凌带着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找到了那一对打鱼的夫妇，向他们表示感谢。当时那渔夫夫妻二人刚刚领养了一个孩子，而那个孩子因为感冒，妻子带着他去看病不在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在家。岳心凌正要祝贺渔夫有了孩子，恰巧渔夫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从外面回来了，她看到岳心凌带着她的丈夫来报答她的好意，真的是喜出望外，于是她便想留下他们在家中吃饭，又因为自己抱着孩子不方便，便把孩子递给了岳心凌抱着。岳心凌接过孩子抱在了怀里，但是低头一看，怎么感觉非常的熟悉，于是就仔细的看了看，这一看可不要紧，竟原来是那日汪管家抱走的自己的儿子啊！岳心凌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惠州见到自己的孩子，而且他还给渔夫夫妇当了儿子，如今儿子又见到了亲生的父母。接下来通过渔夫夫妇二人的描述，岳心凌了解到那汪管家其实也并不坏，那一天他只不过是受了焦氏家人的指使才绑架了岳心凌，并且还抱走了他的孩子，但是他根本就并不想做那样的事儿。可是那焦氏心肠十分的狠毒，汪管家又哪里敢违抗呢？所以不得已便只好把岳心凌哄上了轿子，又抱走了他的孩子。然而那岳心凌被抬走了以后，汪管家便带着他的孩子回去找焦氏复命，可是那狠心的焦氏却命令他把那个孩子抱到山里去为狼算了。汪管家一听没办法，也只能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他却没有按照焦氏说的那样去做，而是把孩子带到了自己家的村子里，和母亲一起抚养着他。就这样他骗了焦氏，但是后来汪管家还是怕时间长了走漏消息，接下来便把那个孩子又送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而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那个远房亲戚便是岳心凌的救星渔夫夫妻二人。一切都已经大白之后，岳心凌夫妇便和那对渔夫夫妇成了密不可分的亲戚，并一起抚养着他们的孩子。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之后，曹广才便决定带岳心凌回老家报仇。正在此时，突然他的家乡来了一封信，说当地正在闹一场瘟疫，还说那焦典丽一家已经全都死于了这场瘟疫，而他的母亲景氏也已经因病去世了，而他的嫂子焦氏因为瘟疫闹得双目失明。曹广才听说后，便立马赶回家中为母亲办理完了丧事，并且把那焦氏交由岳心凌来处置。岳心凌一看那焦氏，他真的是恨不得把他撕碎咬死，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恨呢。
并且他也能看得出那焦氏是又瞎又瘦，竟然不自觉的心里有点失望。接下来他也并没有对那焦氏怎样，而是让家里人好好的照顾他，并还请来了郎中为他看病治疗。那焦氏平日里是一向对人狠毒刻薄，所以家中的仆人们看到他受苦，心里却是格外的美，就等着看岳心凌怎么收拾焦氏的好戏呢。可是万万也没想到，岳心凌却用好茶好饭的对待那焦氏，还让郎中给他看病。所以便有人不解地问那岳心凌，你历尽艰辛，万里寻找丈夫，想要报仇，难道这就是你报仇的结果吗？岳心凌听了却笑着说道，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报仇呢？原来岳心凌看到那焦氏既生了病又失了名，感觉到他已经没有了丝毫反抗的能力，于是他便觉得虽然自己让那焦氏害得好苦，但是如今他已经落到了这个地步，也是罪有应得了。即使自己有再多的仇恨，也不可去折磨和羞辱一个弱者。岳心凌已经想明白了，最好的报复不是以暴制暴，而以德报怨，化解仇恨才是最好的报复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